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安妮的小食谱。今天我们来用电饭煲做蛋糕，工具和材料都非常的简单，家里都能找得到。首先，我们将一个干净的矿泉水瓶沿着瓶身剪开，剪得越细越便于蛋清的打发。然后在小碗里加入3汤匙的白砂糖，糖的分量不可以随意的减少。在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中加入2汤匙的植物油，最好是像玉米油这样无色无味，也可以使用色拉油。再加入2汤匙的纯牛奶，尽量不要使用有甜味的。加入好以后，用筷子搅拌，使它乳化均匀。乳化好以后，我们倒入1杯低筋面粉。如果家里没有低筋面粉，可以等量替换1茶匙的玉米淀粉，也叫做嫩肉粉、生粉，可以降低筋度。现在来分离鸡蛋。蛋清打入另外一个无水无油的盆中，蛋黄放入刚才的面粉里。这一步要很小心，不要把蛋黄弄破，混入蛋清，从而影响蛋白霜的打发。分离好以后，用筷子画 Z 字形搅拌，搅拌至无干粉、无明显颗粒后，放一旁备用。动作一定要轻，防止产生更多的面筋。搅拌好之后是这样的状态。如果你的蛋黄糊很稀，说明牛奶加多了，或者面粉少了。电饭煲预热，在蛋清中加入几滴白醋，开始打发。醋是酸性的，有利于提高碱性蛋白霜的稳定性。出现这样的鱼眼泡时，加入第1次白砂糖，继续打发。打发蛋清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往里面冲入空气，而蛋清中90%是水，糖加入以后溶于水，形成了糖浆溶液，会包裹住打进去的气泡，从而提高了蛋白霜的稳定性。很多朋友做到这一步就想放弃了，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坚持就是胜利。蛋白在打发的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细腻，我们需要不停地打发。6个鸡蛋我算了一下时间，总共花了大概20分钟。分3次加入了白砂糖，蛋白霜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快完成了。加入第3次的白砂糖以后，慢慢的会看到蛋白霜出现清晰的纹路，纹路越来越清晰时，放慢打发的速度。提起打蛋器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挺立的尖角，就代表打发完成了。蛋白霜分3次加入蛋黄糊，拿起电饭煲自带的饭铲，从底部抄起，向外轻轻地翻拌均匀。大致均匀后，加入第2次蛋白霜，同样的手法，轻轻地翻拌。3次蛋白霜都加完以后，翻拌至看不见白色的蛋白霜为止。翻拌好以后是这样的状态，浓稠的蛋糕糊可以滴落，但纹路又不会很快消失。给预热好的电饭煲内胆底部涂一层油，侧面不用涂。倒入蛋糕糊，盖好以后，开启煲汤或者煮粥功能，烤1个小时。1个小时以后，用1根牙签插入，没有粘连就表示蛋糕烤好了。烤好后的蛋糕倒扣取出，你会看到又软又有弹性。撕开以后，内部组织也是非常的细腻而均匀的。放凉以后捏在手里，弹力十足。再看一遍。切下1个小块，在一个美好的午后，你就可以享受你的下午茶啦。
成功的蛋糕都很相似，而失败总是会让人丧失自信心。我们来总结一下有哪些要点。一、电饭煲要预热，影响蛋糕成型主要是温度和时间。预热后的电饭煲能够帮助蛋糕迅速成型，不易塌陷。二、蛋白霜的打发，打发不足，蛋糕会非常的湿黏；打发过度，在翻拌时容易消泡，从而导致蛋糕无法膨发，烤出来就是一个蛋饼。三、蛋清中不能混入油脂，不仅要擦干净打蛋盆，在分离蛋清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，不要将蛋黄弄破混入蛋清中。四、混合蛋白霜和蛋黄糊时要使用翻拌的手法，不可以大力搅拌。五、电饭煲一定要加热满1个小时，若中途程序结束，停止加热，重新启动程序，1个小时之后再开盖，切忌中途开盖偷看。如果好奇心太强，最好是在加热30分钟以后开盖，偷看一眼便迅速盖上，防止热气散出。只要注意以上几个点，避开雷区，相信你也可以成功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